本身就不想来钓它的。不想钓它，它就来这玩意。这玩意挺好的，它在这里面一搅窝子，啥鱼也没了。忘了啊，它在窝子里就啥也没了。它只要能在窝子里啥鱼都没了。在告别了美丽的刘家峡之后，大毛老师应宁夏钓友邀请，沿着黄河的足迹一路向北，来到了宁夏中卫市。来之前，我们了解到，这里有着我国第4大沙漠——腾格里沙漠。抵达目的地后，我们发现，跟想象中还是略有差别。这里水草丰美，绿树成荫，与沿途的风景差别很大。在水资源弥足珍贵的西北地区，能有腾格里湖这样的水面实属不易。我们对接下来的垂钓充满了期待。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卫的腾格里湖，因为我们上一站，在刘家峡拍的这个钓红鳟啊、金鳟啊，也钓到黄河鲤鱼了。因为中卫呢，我是第一次来，而且在我没来之前呢，就很多钓友介绍腾格里湖怎么样美。西北地区要找得像这么大的水面，真的不好找。这一路上过来啊，我看都是非常荒凉的，没有这么多水。一到中卫这块看的都是黄河了，而且它的植被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呢，找了一个地方呢，但那个水面不是很大，我们还是想找一点大水面钓。但今天风还是特别大，现在已经整个漂都露出来了。这是游钓中国湖湖板，6.3米的也就这么长嘛，6.3米加这个20公分，6.5米，6.5米的话，现在应该是不到3米深这个水。就是把它打大一点就行了。它这个地方呢，野生水域的鱼啊，就是用这些粗颗粒的饵料啊，把鱼先招过来。所以讲，我今天没有定点打，明天钓的时候，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我可能会再继续钓一钓，可能再补一补。这样的话呢，来鱼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行啊，那就收。明天看根据情况，明天把钓台扎到这儿，扎高一点，稍微扎到这儿，要不然往后扎一点都行，扎高一点，扎高一点抛竿也好抛，人往后退。测完水深，做好窝子，正准备喝口茶休息会儿的大毛老师，架不住钓友们的不断请教，只好坐在车边为钓友们完整地绑了一副无节线索。天色渐暗，垂钓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就绪，大毛老师也准备前往休息地点，结束一天的长途跋涉。大毛老师他昨天来的那条。前面应该是特别适合。每天都是老三鸭，
我路上看到很多枣树，所以讲呢，我用的3号呢是枣味的，3份枣味，稍微加点腥，这个加到2，金龙的无糖我们加到2。开口料也加到3，猪油把握2份，还是以香为主了。水比我们现在先放1.0.9，大概这样的水比，让它醒完以后，根据情况再去打它。差不多了，吃透了。还是重复一下，昨天我们到这来打窝的时候就看了，地上有很多那个料袋，还是希望我们钓友啊，把这些垃圾带走，不要丢掉。游钓路上，我们一直坚持着钓火放流，不留下一片垃圾，也希望钓友们可以保护好这一方水土，守候好这一亩方塘。挑短一点，这就是可变式无接线组。刚才是确实太长了，你别讲我那杨太太，他讲了鲫鱼啊，有2、3斤重的鲫鱼，我都不想钓别的鱼了，我想去钓它那个鱼。对呀，这哪能碰到这样野生鲫鱼那么大的？碰不到，真的不骗你。你就拿这4米或者5米丝竿的小线组啊，你到我们昨天他说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能不能钓到他们说的那种野生的2斤多重、3斤多重的土鲫鱼啊，啊，你去看看吧。要有的话，我真的我什么鱼都不钓了，我就想钓那个鱼，那个鱼钓的爽死了啊！你也去看看吧啊。杨海台上去了，我们昨天来的时候，当地钓友跟我们介绍了，说呢这里啊有那种野生鲫鱼，大概都在1、2斤、2、3斤的这种鲫鱼。如果真要有这种鲫鱼，这可能有除掉我小的时候钓过这种鲫鱼，真的是这么多年都很少能碰到2、3斤重的这种鲫鱼。太阳渐渐升起，垂钓正式开始。大毛老师一边做着调整，一边又思量着钓友们所说的荆棘土技。现在也起风了，而且我看他们那个游艇啊，也在这带着游客在这玩了。来的时候，钓友们说腾格里湖啊有大鱼，我当时还放了线组还是很大的，啊，用的6号配这个4号线，钓了一回没有反应。我现在是3号的大线，2号的子线。小的哦，没有鲫鱼，这就是它那个里面的鲫鱼。哎呦，它的鲫鱼身上有那个了嘛，有这个小狗虫了嘛。那鲫鱼大，它鲫鱼身上怎么有这个狗虫了呢？不对，它的鲫鱼身上有狗虫哎，它这个水质有问题啊，身上有钩虫啊。全部有虫子身上，这个水质不好了，这水质，所以它的水质不好，里面就有这些东西。按正常的这些水里面就不有这种钩虫在里面。
第一尾鱼饵的上钩，并没有给大毛老师带来欢喜，因为这条病态的小鲫鱼反而让他担忧了起来。腾格里沙漠吹来的暖风，卷起了一片片浪花，叠起的水流把浮漂推离了窝点，起伏不定的浮漂干扰了正常的漂向，这给我们的垂钓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随即，大毛老师决定调整钓法。现在这个漂走水走得厉害了，可能很多钓友就是在钓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经常也有风大的时候，碰到这样的这个走风的时候啊，这种有对流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呢可以钓跑铅，钓跑铅的时候呢，子线放短一点，让它铅坠到底，钓跑铅。但我现在没有钓跑铅，我现在是减铅了，减铅让它这个剩余浮力啊更大一点。非常的明显，抛到这一会到这，8、9目一会就没有目数了。我始终在那抖杆子嘞。啊，从8、9目，现在已经到5目了，4目、3目了，啊，漂还在往下走，啊，1目了，一会就没有漂了。所以这个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就钓跑铅，一个就减铅。什么时候减的铅，减到最后这个漂能站起来，能看到漂目数就可以了。又没了，我们继续减。第4，再减一点啊，我又减了这么多，像这样的我已经减了3次了。来要看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，大概在尺目上，应该是在葫芦以上。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就可以减铅或者钓跑铅都行。大刀阔斧的减铅，让浮漂高高的顶起，即使风浪暗流变本加厉，也能让漂向清晰准确。哎呦，本身就不想来钓它的。不想钓它，它就来这玩意。这玩意挺好的，它在这里面一搅窝子，啥鱼也没了。忘了啊，它在窝子里就啥也没了。它只要能在窝子里的，窝子里啥鱼都没了。哈哈，我今天什么鱼都钓了，草鱼、连着鲫鱼，现在还没钓到鲤鱼呢。草鱼不大。真的线索现在放的已经很小了，哎呀，啥都不是。哎呀，没有小草鱼，小草鱼。不拿钳子还就不好抱它，这条草鱼不抱它了，你跑吧。我钓的鱼全要放。你看这草鱼身上也是这样，也是这个红红的。你看鱼鳍这个地方，全是这种钩虫。哎呀，都可惜了了。每一个钓鱼人都是爱鱼之人，觊觎草鱼身上的钩虫让大毛老师唏嘘不已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直接将这尾可怜的小家伙放入了水中，不忍再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。
就这点小口就是小鲤鱼，我啥都钓到了，钓了4条，4个品种，连用鲫鱼、草鱼、鲤鱼全钓到了，就是没有太大的。这就是黄河里的荷包鲤呀。咦，你还想往哪跑？杨远才还想怕我钓到大鱼，给我拿个大抄网，这哪需要大抄网啊？小抄网就行了。这个鲤鱼还好，但鲤鱼鳃上面好像也有了，鳃上面也有一点，就是我讲的这个钩虫，但还算是漂亮的。啊，黄河的荷包鲤。剪完铅现在还是有效果的，要不剪铅不行，不剪铅啊，不剪铅定不住，现在就能定住了，油口看得也特别清晰了。不是上鱼了，不是上鱼了，就这玩意在底下，你看到来，这不是毛蟹了，这是螃蟹了。我太有才了是吧？哟，他好快就夹到我了。有一次杨安才给了毛蟹，直接把手就夹破了。漂向的稳定干脆，能让垂钓事半功倍。接连的弃竿，收获的不只是那一尾尾腾格里湖的鱼儿，还有那岸边的钓友。在对水流干扰束手无策时，他们被这大胆的剪铅钓竿深深吸引了。好在大毛老师乐于分享，热心地为钓友们讲起了其中的原理。就像你刚才剪那个铅啊，你还是没明白这个道理。剪铅，我现在已经在葫芦上面了。但是我在葫芦上面不要紧，在葫芦上面，我现在钓在哪？你看你能看到啊？我现在钓，差不多钓到10目，钓到这个地方。你是每次这走的时候没有漂了是吧？啊，走的时候没漂了，再继续剪铅。我剪了3次才露水钓。如果是再走的时候都没有漂了，我还会剪铅。这个风一吹，这个整个主线在水里面，它的水阻一大，你的上牵引力小了，水阻大了以后，这个漂慢慢就沉下去，看不见了嘛。这时候我们就剪铅嘛，我们剪铅让漂的葫芦剪过来，不行再剪铅还让它高，能剪半只漂都在外面，那个都不影响。只要我们饵料能把这个漂压下去，下去。漂身用手，哎呀，这不上了吗？看到了吧？这顶到现在这不是上了吗？就这个小鱼吃不进去，刚才那口就这个鱼，啊，一般的没有饵料，它顶到那么高了，没有饵料还钓啥？是不是这个浮漂的造型应该也有关系？浮漂的造型有关系。的话是不是走得慢一点？漂身越长，应该是走的。也不是。真要是有风的话呢，就是我还不建议用这种漂了，就可以换漂了。我没有换，我是偷懒了，就可以换那种枣弧形的，上下尖尖的。上下尖的那个。那个呢，就是抗水流比这个效果要好。我这个呢，肩膀太宽了，抗水流没有那个好。差别对吧？你看那口里叨叨了吗？对不对？它不也很脆吗？就是鱼小了，啊。而且。
小鱼直接就抛上来了。咋我一年都是的，那不肯定上口吗？这样的动作再不打上口，再磨到它不完蛋了，肯定上口。哎呀，我把饵料再上大一点看看，好一点。有时候饵料变化一下，也有人上钓大的。刚才那条大一点的，我这饵料上的大，比人大。游钓路上，我们不在乎渔获的多寡，只想要钓得明明白白。而和钓友们分享自己的心得，也会让我们觉得这超过了渔获的分量。哦，差不多一天了，我们钓在底啊，再想钓条大的都很难。现在是来了一群小鱼，这又是一条鲫鱼。不行，我们就从这鲫鱼我们就收竿吧。这条鲫鱼给你们看多大了，那这么大啊，放在手板上就看到了，真的是一条大鲫鱼。好了，大吉大利了，鲫鱼也钓了，鲤鱼也钓了。今天的水流特别大，就是我们抛竿下去，到我们起竿大概能跑2到3米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我们可以2种方法，一种呢是短子线钓跑线，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这样剪线，啊，哎呀，应该还是不够完美，就是没有钓到太大的，因为腾格里湖，我们来之前嘛，很多钓友就跟我们说嘛，里面他们钓那20斤大的鲤鱼啊、草鱼啊、鲫鱼啊，都钓了很多大的。还是一句话，我们呢不求钓得多，也不求钓得大，只呢就是把这个鱼钓明白，啊，应该怎么去钓它。好了，收吧。从河南出发，一路奔波，经陕西过甘肃，越往西越显得广袤荒凉。在这西北大地之上，在这白岭黄沙之滨，能遇见一片连绵的碧水，一颗沙漠明珠，这是我们的荣幸，也是每一位钓鱼人的际遇。时间如白驹过隙般短暂，我们并不满足就这样与腾格里湖短暂的邂逅。夕阳西下，一尾不常见的大鲫鱼勾起了大毛老师的回忆，成了我们今天的收竿鱼。这也为我们用传统钓再战腾格里湖打下了基础。边走边钓的长竿短线，能否在西北地区打开鱼口？明日放竿，一切自有分晓。